哇，真係15厘高息喎，一個月都仲有5.38厘咁高。今集所講嘅當然唔係港幣定期，而係外幣定期啦。相信咧，大家聽到外幣定期就會有愛有恨噶啦，因為有好多人就話啊咩賺息蝕價，高息又有風險啊。所以今集咧，財女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喺呢10幾20年嚟啦，睇咗銀行咁多嘅優惠之後咧，我都發現咧係有方法盡賺佢嘅高息噶。咁不過如果做錯咗嘅話咧，亦都面臨咧唔少蝕錢嘅危機。今集嘅內容如果中意嘅話，記住 share group 俾其他嘅朋友仔知道啦。首先講下咩叫外幣，我哋而家身處喺香港，用嘅係港紙，所以其他對外嘅所有國家所發出嘅貨幣咧，就稱之為外幣啦。埃塞俄比亞又有佢哋嘅貨幣。不過唔係每一個嘅貨幣咧都可以喺香港嘅銀行度咧做到定存攞到利息嘅。通常係可以攞到利息嘅一啲貨幣種類咧，包括嘅就係大家熟悉嘅美元啦、英鎊、歐羅、加紙、澳幣同埋紐元嘅。嗱，呢啲所有嘅貨幣咧，其實喺唔同嘅時間，銀行都會推出唔同嘅優惠，甚至係唔係喺優惠期入邊咧，其實大家都會見到正常嘅3個月、6個月，甚至係12個月嘅利息嘅。每個唔同嘅時間對準唔同嘅客戶群咧，其實都出緊唔同嘅利率優惠嘅。咁而家究竟透過外幣定期又可以賺到幾多咧？嗱，財女咧就幫大家睇過唔同嘅資料，就好似咧呢一間銀行咁樣啦，見到咧一個禮拜咧有高息嘅優惠，不過咧要透過呢一間銀行咧去轉換外幣先至有嘅。但係一個月嚟講咧，英鎊咧都收緊5點幾厘，歐羅咧收緊3.88厘，已經係外幣入邊最低，但係仍然咧係比起港幣咧只係得0.5厘呢一個慘況嚟講咧，都係高出3厘有多噶。咁如果大家唔想淨係睇一個月嘅高息，仲有其他銀行咧都出緊咧多於一個月，例如就係3個月、6個月，長期嘅定期嚟講都有3厘幾嘅。呢個吸引嘅息口咧，對於以下我所講嘅3種人嚟講咧，係特別需要留意，包括就係你哋自己個人係已經移民咗，你哋有使用上嘅需要，所以根本上就冇咩賺息蝕價嘅，有啲人係諗都唔諗㗎，因為佢反正都要用㗎啦 ，OK， 咁所以佢哋就會繼續持有啦。咁第二類人咧就係其實佢係喺香港嘅，咁但係咧好似我咁樣，我係中意咧利用唔同嘅外幣去分散風險嘅。例如喺上集嘅 video 咧，財女已經完整地同大家講過啦。金管局咧最近係10次出手咧救弱勢嘅港元，因為咧對比起上年嚟講，港元咧對歐羅同埋英鎊嚟講咧已經係貶值咗啦，大概係2點幾到4點幾個 percent。第三樣嘢啦，就係利用外幣咧，其實你可以進入唔同嘅投資市場。當然咧，好似呢一個定期存款只係其中一種嘅投資方法。接住落嚟，如果需要做外幣定期咧，就要同你嘅銀行咧開返一個外幣嘅戶口啦。有啲銀行咧嘅一個分類方法就係外幣戶口咧，就一籃子將呢個人民幣啊、加幣、英鎊就全部放晒落去嘅。咁你會有 separate 另外一個嘅戶口 number 啦。咁然後你就可以由嗰度去做一個轉帳入帳咁樣啦。咁有啲嘅銀行咧就唔係嘅，人民幣就分翻人民幣戶口，然後外幣就有外幣戶口咁樣。你要睇翻你自己所屬嘅銀行，同埋咧可以問呢個櫃台姐姐去開戶口又好啦，又或者甚至用你嘅網上嘅服務去開戶口都好啦。重點就嚟到啦，可能會蝕錢嘅危機咧，亦都可能喺呢一度啦。第一樣嘢，外幣嘅兌換喺銀行嚟講咧，就係經常都有唔同嘅匯率嘅。咁呢個匯率咧，除咗係因為你嘅客戶等級可能有唔同啦，又或者係唔同嘅時間之外咧，其實好可能咧係一啲唔同嘅優惠期間，呢個銀行咧佢本身俾你嘅呢個匯差又或者手續費咧都有唔同嘅，所以大家絕對係可以定期同埋唱錢係分開做噶，咁就可以揀到咧各自最抵。都有一啲銀行咧會限制你去做一個外幣定期優惠嘅時候，必須要跟住嗰間銀行咧去唱錢嘅。有啲人咧嘅睇法就係啦，如果佢俾咗10幾厘嘅利息你去做呢一個禮拜嘅定期，咁你嘅匯價上面亦都有一啲手續費你要俾咗出去，咁你就當係用咗一個俾咗少少錢，甚至係冇賺冇蝕嘅一個情況之下，就換咗啲外幣落去。
所以接住落嚟，你可以做到幾長時間嘅一個外幣定存，再繼續攞多啲時間嘅高息咧，係一個重點嚟嘅。總之個重點就係，好似我之前嘅美金定期已經有一系列嘅即係教學講咗俾大家聽㗎啦。越長時期嘅定期高息咧，就越有着數嘅。俾個例子大家，如果咧外幣咧短期持有嘅話，例如咧喺呢一張圖上面大家見到啦，2023年咧就突然間有一個大 drop 嘅。如果大家唔想買完啲外幣之後咧，好快咧就要蝕價嘅話咧，其實長時間嚟睇呢一個5年圖咧，大家見到嘅英鎊咧係不跌反升嘅。喺呢一個圖入邊咧，大家係唔單止賺咗價，仲要咧係賺埋呢5年嚟咧英鎊俾你額外可能仲要多過港紙嘅利息添㗎。好啦，咁講完呢一個嘅時間之外，第二重咧銀行會俾到你嘅極大嘅風險咧，就係最近咧我都有睇翻一個嘅案例啦，咁發覺咧事主香港嘅一個即係女士啦，咁佢咧就係因為太信任銀行嘅經理，就將呢個2000萬嘅港紙放咗入銀行戶口入邊之後咧，只係剩翻咧100幾萬嘅啫。嗱，呢單案咧其實都幾轟動㗎，咁啊大家可以睇翻少少嘅呢個資料片段先。成2000萬得翻100-7萬，就算我死嗰年我都俾唔得到。呢位事主咧，因為太過信任銀行經理啦，任得佢咧幫自己操作咧外幣嘅買賣，由以前咧1年只係買賣10次，到咗咧1個月咧就已經買賣100次。喺影片入邊大家見到啦，又有紐西蘭紙、加紙、澳紙、英鎊，乜嘢都買齊嘅。最特別嘅就係每7日就買賣，連息都唔使收下。點解要咁頻繁咁 trade 呢？有業內人士喺影片稱，可能係佣金。銀行而家係咪調查緊你？我想問下。有冇啲協議啊？即係好多香港人都持有外幣，可唔可以講俾才女聽點解啊 ？A 為咗自己又或者子女嘅生活費。B 我係去旅行嘅，所以換啲外幣。C 我想等待其他外幣嘅升值，然後放咗佢賺錢。D 我想減低單持有港元嘅風險。記住喺下邊留言啦。除咗呢個太信任嘅弱點之外啦，就係銀行經理咧有好多時候咧都利用咗一個外匯嘅風險可以好低嘅呢啲字眼咧，進行咗一啲高風險嘅投資。所以我建議大家咧直接去做翻一啲嘅定期穩打穩紮咧去做呢個外幣嘅收息。除咗風險之外，做外幣定期仲可以賺埋價格嘅。咁但係有好多嘅觀眾可能咧自己新手啱啱做，就開始咧問點樣去賺價呢個問題咧，我嘅感覺就可能咧會係言之過早啦。咁點解會咁講咧？因為有啲人咧就簡單地想將呢個外幣嘅強弱咧分為咧就係國力強就係代表呢一個嘅貨幣就會強啦。我打翻一個以前係大家好追捧人民幣或者澳紙嘅例子啦。咁當時咧有好多人咧聽咗呢兩大國家之後咧，就會覺得一個咧就好多香港人移民嘅地方，一個咧就係即係我哋嘅祖國越嚟越強，就係憑住呢個咁簡單嘅即係諗法啦。咁大家就將自己嘅錢就轉咗去做其他嘅外幣啦。咁結果其實當時呢啲嘅指水咧係好強嘅，但係經過長時間之後咧，其實佢係貶值咗。所以如果單憑國力就可以等同於我可以預測到外幣咧，咁不如你做埋總統佢啦，即係你可以賺埋總統嘅呢一個人工啊。咁點解佢總統又有存在咧？點解有呢個美聯儲嘅存在？點解有咁多呢啲人係就咁高薪嘅存在？就係因為呢啲人係要推出唔同嘅政策，買賣、出口，甚至係佢哋嘅貨幣嘅提升，又或者係下跌咧，都好同時係影響住經濟嘅。所以呢一啲咁高層次嘅策略咧，係好難預計嘅，除非你好熟讀呢個世界經濟，知道咧國與國之間嘅關係點樣運行。但係我自己即係都遊走咗咁多個國家咁耐啦，我唔會認為咧不斷只係接觸緊香港媒體所講嘅嘢咧，你係會完全清楚邊一個國家其實係好大嘅機會咧係有呢個外幣嘅升值嘅。大家成日都問才女究竟邊一隻債券又或者股票基金會升呢？其實好多時候咧都同呢一啲國際嘅走勢有關係，而包括咧大家想問嘅呢啲外幣咧都一樣噶，所以識得睇呢一個資金嘅動向好重要。歡迎大
家免費試用呢個服務啦。所以講到呢度，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咧，賺息係可以穩陣嘅第一步踏出。外幣喺度咁多年都唔會死嘅，即係除非呢個你買咗埃塞俄比亞，又或者買咗呢一個敍利亞，即係唔知幾時佢呢個貨幣會有問題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呢啲強勢嘅外幣咧，其實你係可以同佢玩好耐噶。所以今集嘅內容希望可以帶到一啲 insight 俾各位嘅新手。喺開呢個 channel 之前咧，我係金融科創公司嘅創辦人，記住俾 like share 出 group 俾其他朋友仔知道。我哋下集再見面啦，拜拜。